嘿嘿，我是雷克斯，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啦。然后就喝咖啡，里面很扎实哎，我觉得很好吃啊，可是它有点太大了。也蛮不错的，因为它的整个氛围。这里选择超级多的蜗牛，吃喽。今天就带你们去看看越南可以做什么。那昨天我去了一些地方，那可以回顾上一集的影片去看看哦。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越南行程吧 ，Let's go！ 嘿嘿嘿，我是雷克斯。上一集呢，我们逛了越南胡志明市的某些地方和开箱了一家我很喜欢的饭店，可以回顾我的影片去看看哦。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哦，点个赞，还有顺便订阅我的 IG， 拜托拜托啦！今天的行程呢，我们去吃个早餐。那我想去打包，就是去外带一些板米。那据我所知，这里附近呢就有3家板米是蛮不错吃的。所以呢，我们等一下都会走路去买板米，就买其中的2家，然后买回来饭店这里吃，因为饭店这里外面呢就可以吃，有位置可以让我们吃啦。然后就顺便去买杯咖啡。所以还蛮期待吃板米的，因为这里板米真的太好吃了。哎呀，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行程吧 ，Let's go！ 这家选择性比较多就是有分就是 roasted pork， 就是 barbecue pork， 然后 roasted pork， 然后有 chicken， 然后还有vegetarian 的，就是吃素的都可以在这边吃。这里选择还蛮多的，而且价格比较便宜一点点。那味道就不懂怎样啊，待会去饭店吃我才知道。这里排队相对比较少一点人，就是大概前面这个只有5、6组人在排队，所以还蛮快的。相比之下呢，我另外朋友就在另外一边排队，所以不懂他们排的怎么样。然后我们买了这2边的这个板米呢，我们就回饭店吃。对，我朋友还在排队，那我才发现原来还有2家，一家是专门是外带的，是很多的 Grab driver 都在那边排队，然后另外一家就是应该是如果我们想吃的话就排另外一家。真的好多人在排队啊，那我们还在等，大概排了20分钟吧，还在排队。你同佢講嘅幾多錢？唔係啊，你同我我回来了，我先吃这一家，这一家是那个排队很久，排了20分钟的这个，它里面就是不同的料，里面很扎实其实这个比起来，跟我们另外一家买的这个比较大个相对这个价钱也比较高一点点它也给不同的配料，它是分开的，然后它有这个，然后有这个是萝卜。腌萝卜看起来有点像乌冬，然后还有这个是 cucumber， 对，还有 cucumber 青瓜，很脆耶，听起来脆那边我觉得很好吃可是它有点太大了，那嘴巴很难咬然后里面有一个酱汁。一个很香，它像是有 mayonnaise 吗？它像是有 mayonnaise 在里面，所以弄得还蛮香的。这个好吃这是另外一家我们吃的板米，刚才吃的那一家，它馅料很多然后我吃的好脏。现在买的是第2家，吃的是第2家。这家的是我们点的是一个是烧肉的。还有一个是 mix of 不同类型的，跟第1家有点一样，它比较薄薄的。然后这个我吃的是烧肉啦，这个也蛮不错吃，就比较简单，比较 simple 一点 ，compare with 刚才吃的那一个，刚才的味道应该是有 mayonnaise 配一些
很多不同层次，就吃下去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感觉。可是这个就非常的单纯，就单纯的板米跟一个烧肉，还有一点点的，它是直接放了那个 cucumber 跟那个香菜进去。如果你喜欢吃比较 simple 的话，我觉得这第二家其实蛮适合的。如果你喜欢吃就是更比较不同层次的话，那我觉得相比之下可以吃第一家，就是排队的那一家，而且那份比较大份。那对我来说真的有点脏，我吃的是一半哦，不是一条。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去喝咖啡吧 ，Let's go。嗨，我现在在这一间叫做 Tiba Coffee， 它在一个小巷子里面，非常隐秘，我非常难找。那就有外面就有一个 uncle 就介绍我说，哎，你往里面走就是了。然后就走上去楼梯，进到这间咖啡店。这家咖啡店给我的感觉就是，哇，真的还蛮所谓的世外桃源。就一进来呢，就有一个很像喷水的一个绿植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就非常的先进的感觉，先进，对。然后进来呢，就是进来的 ambience 氛围都很好，就是比较偏暗的一个地方。感觉上这里都是当地的越南人都会来的地方，因为这里都已经满座了。现在是早上的9点多吧，都已经满座了。可是今天是星期天的关系啦，那这里已经满了，所以我们只好外带我们的咖啡，就回去我们饭店再喝。所以这里我觉得这里还蛮适合，就是和朋友就一下，拍照其实也很好看的，我觉得。刚刚就在我们这个饭店隔壁买了这个是 bamboo coffee。Bamboo tea， 我们点的是个 bamboo tea， 它这个是 bamboo 的那个外面壳，然后里面呢就放了咖啡或者是那个茶，因为我们看对面很多越南人都坐在对面，就是坐着，然后就喝咖啡吧。对，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就是他们把那个咖啡还是茶放进去这个 bamboo 里面，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一个 Fine Art Museum。那我现在使用了一个 APP 叫做 XANHSM， 我会放在这边。这个很像是包括了就有电动车啦，然后有 bike， 就是我在越南胡志明市这边呢都看到蛮多的这个颜色的车，它就是一个浅青色的颜色的车，然后是一个电动车，然后感觉上还蛮干净的，而且还蛮多辆的，所以我想说不如 Let's try 这个东西。来的车子竟然是灰色的，我也不懂为什么嘞。整体而言，车子很舒服，而且很干净。价格方面，我比较了和 GrabCar 这一家，那其实差不多我觉得可以同时比较这2家，然后再决定吧。我现在就在这个 Ho Chi Minh Fine Art Museum， 我们搭了那个电动车来这边，然后这里入门票是3万越南币，然后我们进来拍照，主要是拍照啊，这里跟欣赏一下艺术，这个真的很好看的，这个大门，这人拍照站在中间，这里拍照蛮好看的。I can see you as a child.The river gives us every good thing, and then it takes it all away. Don't take me away. 来到了这一家有米其林推荐的越南河粉，那这一餐只有我的朋友们可以吃，因为我不吃牛肉。那我的朋友们都点了这里的招牌，一个是经典的粉越南河粉汤，那另外一个是热腾腾的铁锅河粉，河粉生牛肉片，还有葱呢是另外放在盘子上面自己倒进去的哦。
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我们从那个Fine Art Museum 呢，就走路走来这边。这边是一个叫 Saigon Center， 就是 Takashimaya 也在这边。那我们来这边主要是吹冷气，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吹吹冷气。朋友想说要去看一下这里的 Pop Mart。这边呢，除了是躲避外面炎热的天气之外呢，就是来这一家 Pop Mart。据说这里的 Pop Mart 稍微比起其他的国家便宜一点点，这我不确定啦。但是我的朋友们看到他们要的款式呢，就变得很疯狂了。喜欢影片的话，不要忘了点个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啦，拜托拜托。现在就在这间叫做 Katinat， 对，这间店呢在这里胡志明很多间分店呢，然后我们来这间我觉得还蛮漂亮的，打卡也超好看，然后里面细节、室内设计都蛮好看的。然后呢，我们总共点了3杯奶茶，那一杯呢是他们蛮有名的一个叫做红毛丹奶茶 Rambutan， 然后另外2杯一个是 Tree Tea Leaves Oolong。对，还有一个是 Roasted Oolong Milk Tea， 我们点了这3杯，3杯都蛮好喝的嘞，特别是那个 Rambutan 那个红毛丹呢，其实味道还蛮香的，就是有点小甜甜味道，还蛮香的。其实我的朋友都一致认为 Roasted Oolong 是蛮好喝的，就是最好喝的3个里面。那 Rambutan 其实也是蛮不错啦，就是3个比起来味道是特别的凸显，对。然后 Roasted Oolong 是比较好喝。那如果想要喝奶茶，我觉得建议可以来这边试一下我现在在 Cafe Apartment， 然后其实就随便逛逛啦。那主要是去 Arabica。嘿，我现在就在 Arabica， 就是在这个 Cafe Apartment 的 Arabica 外面。这间 Arabica 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它的整个氛围其实没有很多人今天是星期天就没有很多人了。我觉得可能人群都已经分散到其他的咖啡厅里面。坐在这边其实还蛮 chill 的。如果你下午的话吧，所以早上应该会蛮热的，因为它阳光就直接晒进来。所以呢，我们就点了杯 Ice Latte 呀。点了一个 Ice Latte， 还有买了一个 Hot Chocolate 面包来吃一下，肚子饿了。这是一家我觉得超有氛围的咖啡厅，那是一家陶艺咖啡厅。如果有来 Cafe Apartment， 我觉得这一家蛮不错哦。我现在在 Uniqlo， 这里我主要是来看他们可以买一些，就是 Uniqlo 这边越南的特别的 edition 的东西，就是我看到还是有 Mickey 的，就是你看有一个粉儿，然后有 Mickey， 然后有一些越南的自己的 special editions 跟 Uniqlo 合作的吧，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买伴手礼的地方。现在来 MUJI 看一下他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可以买回去当手信。我觉得超适合，你看有各式各样的类型，全部都是跟越南有关系耶。
嗯，还有这个摩托的嘛，也是蛮美的，而且换算起来还蛮便宜的，我觉得。我觉得超适合当伴手礼，而且超值得，CP 值很高。Hello， 我今天吃晚餐时间到了，然后我们就在这家叫做不会念啊，就在这家店，然后这里选择超级多的，然后我几年前有来过这家，就应该是6、7年前我才来过这家，这里选择超级多的，多的不懂该吃什么，就超多，这里也超多人，而且这里超大，所以我们没有做预约，我们就来了。我打电话来的时候，他说直接来排队吧，然后我们就来，还好有位置给我们坐，4个人的位置。那这里真的很大，而且其实还蛮漂亮的，就很鲜艳，整个颜色就红色。我们也点了很多不一样的食物来试一下，然后我还蛮期待他们的食物，然后食物之前吃的时候还蛮不错的。我们看一下它的选择真的超多的，就一直翻太多其实不玩这么多吧，就真的很多。我们点了一些炒饭啊，然后一些肉类，然后我们也叫了蜗牛来尝试一下。我没有吃过，说真的，我真的没吃过，所以第一次吃。然后这里也有 vegetarian， 就是吃素的可以来这边吃。来了，第一个是黄梨炒饭，然后第二个是脆米饭。这黄梨炒饭看起来就很多东西 ，crispy rice， 然后上面就有很多的虾米。这个看起来就脆脆的。这个是 Morning Glory， 很多的蒜米，我超爱吃蒜米的。这个很像在吃那个零食，有点吃零食的感觉。这 crispy rice。这个，蘸这个来吃。这口感很特别，就一种甜甜的，有点吃甜点的感觉，可是又有虾，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我觉得蛮喜欢吃的。太多食物了，有这个，然后有蜗牛，我第一次吃蜗牛，我还没有吃过，很多。越南的 crispy spring roll 真的很好吃的，我觉得每次来一定会点。很好吃。好吃啊，所以说整个味道很香啊。它猪肉也嫩嫩的，很好吃。吃饱了。整体而言，我觉得那个 rice cake， 然后那个 spring roll， 它的炒菜也蛮好吃的，炒饭就 OK， 中规中矩。吃饱了，少不了来点有氛围的酒吧。那来到这一家 Drinking and Healing， 这一家酒吧的位置有点隐秘，但是氛围超级棒。这边偶尔会有乐坛驻唱，里面的工业风格装修让人感觉到还蛮放松的。至于喝的方面呢，选择还蛮多的。那我们4个人点了不同的鸡尾酒，都不错喝哦。刚刚喝了酒，我们就往这里是那个 Cafe Apartment 外面的那个路上，就整条街已经封掉了，所以非常热闹，就全部人都跑出来了，就全部人在这边街道上面逛街，然后旁边的店都还开着，所以我觉得这晚上还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嘞。那我觉得晚上如果你刚吃饱没事情做，我觉得这边也是可以逛逛走走，感受一下这边
还蛮热闹的氛围耶。其实，就现在还蛮凉凉的天气，有点微风吹来了，所以感觉还不错哦。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吧，拜拜。